One thing gotta be sure. Baby, let me get apart. Oh, right now. Just tell me you can get up so strong. 喂，老爸，你呀、在家照顾家很忙了，就别给我送饭了啊！我在街上对付一下。这怎么行呢，老公？饭我已经做好了，我这就给你送过去。行，那先挂了啊。那个月姐又在家给你做饭了吧？是，你们结婚有5年了吧？对，5年多了。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还担心这重组家庭，月姐还带着孩子，怕你们过得不幸福。没想到你们的感情比新婚小两口还要好。谁说不是呢？月姐是真仗义，前几天要不是她用刀工吓退了那几个小混混，咱这修理厂不都得被他们给霍霍了？对了，林哥，月姐以前做什么的呀？刀工那么了得？明月的以前我也没问过，但她愿意嫁给我，我就只管对她好就行了，其他不重要。这么老实巴交的人，是咋找到这么能干又漂亮的媳妇儿啊？我想也可能是因为明月想过这种安稳的日子呗。上，都他妈别干了！坏了，那帮闹事的混混又来了。老头，上次护着你的娘们呢，都在哪里了？出来！我老婆不在。不在，老子今天就来找他。我给你3分钟，马上让他给老子滚出来！不行，林哥不是这帮混混的对手，我得赶紧给月姐打电话。还浪着干什么啊？喊人呀！喂，小李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月姐，你给我收拾了。什么？还浪着干什么啊？喊人呀！我再告诉你次，我老婆不在，你们要是再闹事，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？你倒是报呀！别以为上次那娘们拿把破菜刀唬老子，老子就不敢动你们。今天再不把她交出来，老子就砸了这修理厂！你们干什么？不要太过分了！少他妈给老子多管闲事！不然连你们一起收拾！放他们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冲你来？你配吗？老子今天就是来找那娘们的，识相的赶紧把她交出来，不然我让你这修理厂干不下去！给我砸！住手！住手！他们还敢来！林哥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他现在到底在哪？再不说，我就废了你这只手，看你以后还怎么修车！我也再告诉你最后一遍，我老婆不会来。别想打他主意！好啊，还敢嘴硬！老子今天不仅要砸了你的修理厂，还要拆了你这把老骨头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你老公，大哥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他们是我让他们来处理点事儿，不用了。走，我们去吃饭。臭娘们，你闭嘴！走。把人给我放了，家伙事都收起来！你这干什么呢？你这是？老公，今天啊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鱼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尝尝。大嫂，吃饭呢？今儿真是对不住啊，新来的他不懂事儿，回去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。是对不住我吗？林哥，今儿真是对不住，
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就饶了他一次。不，坐啊，快吃饭，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常勇今天给你炖了鱼。都他妈愣着干嘛呢？赶紧把它收拾干净了。好。大嫂，这是今年陪林哥的一些损失。钱就不必了，以后少来这碍眼。哎，是。您吃。哎呀，上架。大哥，那老林不就是个修车的吗？干嘛对他这么客气？你说你招惹谁不好，你非得招惹大嫂的老公。他今天也就是心情好，没跟咱们计较，要不然就算帮派的龙首来了，他也饶不了你。他到底什么来头呀？当年一统港江地下势力的强哥，那可是她老公。那强哥不早就死了吗？你以为他是靠男人才叱咤江湖吗？不是，他靠的是自己的实力跟他的狠劲儿。真正的大嫂，不是当大哥的女人，而是谁是她的老公，谁才是大哥。不好了，林哥，你女儿被一帮富二代劫走了。有什么？赶紧带我去看看。哎，老公不用担心，估计就是一帮小孩子打斗呢。我去看看。好大的胆子，姑奶奶的车你都敢拉！再快点，冲那个！停车！这是大的胆子，姑奶奶的车你都敢拉！这里是步行街，你怎么能开车进来？还差点撞到这位爷爷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！一个半截入土的老东西，撞就撞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教我做人？我一会儿要去公安集团给大嫂女儿办理入职，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，饶不了你！明明是你有错在先。我懂了，你是看我开着豪车故意出来碰瓷？你胡说！还主，像你这种活不起、故意出来碰瓷讹钱的人，姑奶奶我见多了。我只是要去办理入职，恰巧经过这里。入职？哈！公安集团录用通知书，原来你是去公安集团办理入职啊！把都市通知书还我！你不用劝我，你凭什么撕我的通知书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公安集团大小姐。公安集团大小姐又怎么？大小姐就可以随便撞老人，就可以不讲理，就可以随意损坏别人的东西。这太过分了吧！太过分了！小姑娘，刚才谢谢你，但是这种不是咱们普通人能惹得起的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走。老东西，你可以滚了，但他不行。赵杰，好久不见呀，前女友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有事儿要回老家几天？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？当然是因为阿杰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不跟我在一起，难不成还跟你在一起啊？你骗我！哟，还哭了。我跟你在一起谈了4年恋爱，那是看你可怜。换句话说，你就是我无聊时候的消遣而已。你还当真了？渣男！贱人！拿我男朋友！把他给我带到车里去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当然
是去一个能让你生不如死的地方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思琪姐又搞来新玩物了，这妞儿长得不错啊。哼，别提，都怪这个贱人，不仅弄坏了我新买的车，还敢动手打阿锦。正好今天没事儿，陪他玩一玩。杰哥是思琪姐心尖上的人，你敢动他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跪在上面跟我道歉，就说你不该动阿锦，说你做错了。我不是赵姐脚踩两条船，又不是我的错，凭什么让我道歉？别动我！错没错？我没错。好，有骨气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玩一玩。今天我亲自动手，我倒要看看，我亲自毁了你这张脸，在上面刻下荡妇2个字，你还能不能这么傲气？给我按着他！别动我！别动我！你们这样就不怕我报警吗？报警？好，那就看看是警察来得快，是你的脸先毁！宁宁，妈不跟你说了吗？忙完了就回家吃饭，忘了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这个小贱人的妈呀！没吃亏吧？妈，好孩子，不怕，有妈在，你爸在家等着你呢，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走，陪妈回家。站住！臭修车的，我让你走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叫赵杰吧？之前追过我女儿宁宁。我追她，是她追的我，脱光了上赶着陪我，我都不要她。而且我现在已经把她甩了，你听懂了吗？没关系是吧？那更好办了。我问你，刚才你们是谁打了我的女儿？我打的，怎么了？思琪姐，思琪，你他妈找死是吧？敢打我！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你是谁，我的女儿，我娇生惯养20年，我把她养得知书达理，我都舍不得动她一根手指头。你凭什么打她？行，有种等会我爸来了你也这么说。思琪他爸可是固安集团的总裁，安宁，你和你妈就等死吧！哼，原来是关立业的女儿啊！女儿，别怕，站在妈身后。正好，我好久没见到这个故人了，你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5分钟之内必须赶到这儿，晚1分钟，我都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
喂，爸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女人？大概是一个40、50岁左右的家庭主妇，她老公是修车的。什么家庭主妇，什么修车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认识。你说说，你整天不务正业，不是让你去接安小姐入职吗？哎，知道了，爸。等我解决完这对母女，我就过去。他人在哪儿呢？怎么听着乱哄哄的？思琪小姐刚才在步行街那儿跟人起了冲突，然后就带人去了东郊地库。哎，你听我告诉他，不要整天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，又是修车的，又是40、50岁的家庭主妇。等等，5年前大嫂嫁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好像就是修车的。什么？难道思琪惹的这个人是大嫂？快备车，去东郊地库。听到了吗？我爸说他不认识你，我就说，我爸可是港江最大的企业固安集团的总裁，怎么可能会认识一个破修理工的老婆啊？吹牛吹大了吧？就凭你也配跟思琪他爸攀关系？我看你们就等着遭老罪喽！跟他攀关系，他官立业还不够格。行了，姑奶奶，我不想再听你吹牛逼了。你今天打我的巴掌，我要你10倍、100倍的还给我。今天你们2个谁都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儿。就你们这几个人，还奈何不了我？怎么？你们确定要跟我动手吗？你们可别后悔。死到临头还敢嘴贱，给我上！今天把他给我打到跪地求饶为止。是。行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姐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看你就是找死！没想到这老东西还挺能打，不行，得想办法。赵姐，把安妮给我抓过来。明白。别动我女儿！没事吧？老东西，看后面！啊，妈！这是迷药。关思琪，你卑鄙！这叫声东击西！你这个老女人这么能打，我要是不用点手段，真让你闯出去了，那我脸上岂不是很没面子啊？你说需要怎么做才肯把我们放出去？想出去啊？那就跪在这堆碎玻璃渣上，从他的胯下钻出去，让我受着胯下之辱！关思琪，你欺人太甚！你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又能怎么样？你中了我的药，今天你插翅难飞。我女儿把你车撞坏了，我这卡里是500万，足够买你一辆车了。放我们走。死到临头了还给我装！你一个破修车的，你知道500万是几个零吗？还给我500万！姑奶奶，我不差你那点钱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当然是让你死！动手！住手！住手！爸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个老东西和这个野丫头一起欺负我，以后得帮我教训教训他们，帮我出出气啊！气出气就遭出气！我就是对你太骄纵了，才把你惯得无法无天。
整天就知道惹是生非。爸，我以前有什么要求，你都会有求必应的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不仅不帮我出气，你还动手打我！你这个逆女，还有脸说？你知不知道，我都要被你害死！我怎么了？大嫂，对不起，是我叫你无妨，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。爸，你给一个臭修车道什么歉啊？就算是我错了，哼，赔点钱不就行了？反正我们家有事情。贱人，你竟然动手打我爸！你爸叫你无方，养出你这种嚣张跋扈的东西，我打的就是他！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，我打死你！你竟敢打我！今天弄死你！够了！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，你想害死我吗？爸，你不要被这个修车的给骗了。虽然他会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但是我给他下了迷药，他现在应该浑身酸软无力。哼，这是收拾的好时机。说什么？你对大嫂下了迷药？那不然呢？他那么厉害，我不用点手段，吃亏的不就变成我了？思琪呀，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？把解药给我。想要解药啊？那你就让他下跪给我道歉，否则门都没有。你简直是无药可救啊！妈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带你去医院？没事儿，我中的是10分软筋散，这个药是从缅国过来的，只有10分的药效，无妨。没想到你一个乡野村夫，竟然还懂那么多。哼，只是可惜了，就算你再厉害，今天你也不可能活着走出这个地库，因为我必须要你死。你们几个人给我一起上，谁要是废了他，我给你们一人100万。不知死活的混账东西，整天喊打喊杀，你倒看谁吗？爸，你又打我！从小到大，你每一次都摆着脸训斥我，你真当我是蠢的吗？你以为我没调查他吗？哼，他不过就是一个修理工的老婆。我糊涂啊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可是我们康江真正的大嫂。得了吧，就他这穷酸样，什么大嫂，鬼都不信。就是，她老公就是一个臭修车的，她连一个正经工作都没有。大嫂、大妈还差不多。他是谁？他是安宁的前男友，现在是我的现男友。他说的话还能有假？这个老东西就是一臭修车的。你居然抢了大嫂女儿的男朋友！我抢了她男朋友怎么了？能被我抢走，那也只能说明他没本事。思琪呀，你不要执迷不悟了。抢来的那是男朋友吗？那就是个渣男！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一个女儿啊？快，跟大嫂道歉！我不道。我关思琪要是随随便便给一对低贱的母女低了头，那以后我还怎么在道上混啊？混江湖是吧？好，那我就教你些江湖上的规矩，做错事就要认，挨打就要立正。今天不管我们是谁，这个歉你必须道。得了吧，你一个臭修车的懂个屁呀，还道上规矩。我堂堂固安集团千金，凭什么低头给你们这种人道歉啊？过来，我告诉你凭什么。凭你嚣张跋扈，凭你恶意伤人，凭你仗着自己有个有权有势的爹，为非作歹，懂吗？
竟然敢打我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我长那么大，从来没人敢动手打过我，你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无法无天、仗势欺人的人，仗着自己家有一些权力去横行霸道。我今天就替天行道，好好教训教训你。爹教训我就算了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你一个浑身散发着汽油味的老东西，也配教育你姑奶奶我？你个混账东西，怎么跟大嫂说话的？是他先动手打了我，打你是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，快跟大嫂道歉。不可能，让我道歉，他不配。道歉是吧？对，我不道，这个歉谁爱道谁道，死我都不可能道。这恐怕由不得你，做错了事就该认。跪下！你这个老东西，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汤？竟然为了你一个外甥，如此羞辱我！那就羞辱你了？不，你刚才对我女儿的所作所为，那才叫羞辱。现在我让你跪在这儿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这个老东西，竟然敢让我人面见识，必须弄死你！不要！大嫂小心！妈，小心！大嫂小心！妈，小心！大无天简直是自寻死路！跟我玩刀？我告诉你，我安明月玩刀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投胎呢。别以为你会耍个刀我就怕你了，姑奶奶，我有的是办法治你。这里有500万，你们所有人一起上，谁要是给我弄死他，这500万我就赏给你们。这500万我们今天拿定了，哥几个一起上！保护大嫂。是。几个小喽啰而已，不用担心。去死吧！一起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今天不是想玩吗？好，那我就好好陪你玩玩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爸，你救我！事到如今，我也救不了你了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爸，你不能不帮我呀！爸，这个女人疯了，她真的要杀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放过我！现在知道错了？不，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我真的后悔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现在后悔？你刚才欺负我的女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今天？我没事跟她做游戏呢。游戏？你管欺负我女儿那叫游戏？我给了她别的选择呀。好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现在也要给你玩玩这个游戏。别花我脸，我就会赢了！爸，你快救救我呀！爸，你就这一个女儿。刚才让你道歉，你执迷不悟，现在谁也帮不了你。道歉，对，道歉，阿姨，我错了，阿姨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阿
安妮，我知道这个错了，安妮，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，我求求你，你跟你妈求求情，放过我吧。阿姨，我求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阿姨。看在你爸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饶过你一次。多谢大嫂。站住！我让你走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看着办吧。老爸，爸。思琪，怪就怪你自己做错了事。我动手，你还能活；我大嫂动手的话，你必死无疑。好自为之吧！不要住手！谁敢动我的女儿？住手！谁敢动我的女儿？妈，可算来了！你要是再不来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韩明珠的女儿。就是他，他不仅要毁了我的脸，还要砍了我的手。妈，你可得帮我出气啊！就他，还有他这个女儿，明明是他先冲撞我的，我教训他一下怎么了？是个老东西，像发了疯一样要杀了我！你是个什么垃圾货，还敢在我女儿面前耀武扬威？明珠，这件事情你不要管，是思琪犯错在先，况且犯了错就应该受罚。而且你不要这么跟大嫂说话，大嫂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。关丽艳，你没本事就别在这碍眼。我女儿受了这么大委屈，我凭什么躲着？你就是他妈，来的正好。你跟丽叶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还第一次见到弟妹呢。弟妹，你少在这套近乎！就你这种一身机油味的贱人，也配跟我韩明珠见面是吗？希望你一会儿说话也能这么硬气。咱们就事论事，你女儿打了我女儿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我女儿愿意打你们，那是给你们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在港江这么嚣张的人，我还真是少见。现在不就见到了？正好老娘今天就好好教你做人，让你知道这港江谁才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教我做人？我安明月出来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混离的吧？明珠，你别再胡闹了，这是大嫂，大嫂你知道吗？你惹了她，就算李哥是地下势力的掌权人，他也保不住你。我呸！什么狗屁大嫂，我可是韩家的姑奶奶，就她这小小的绣花针，还能捅破天不成？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是。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是。能不能退后？谁要是敢伤大嫂，我要他的命！关丽叶，你疯了！你为了这对不知死活的贱人，敢拦我的人！我看不知死活的人应该是你才对，惹了他，别说是你，就是你整个韩家都能陪葬。让我们韩家陪葬，就他也配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韩明瑞的妹妹，在港江，我想捏死他，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韩明瑞是你哥？怎么，你听过我哥的名号？当然听过，港江地下势力的现任掌权人嘛。知道就好。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扇自己10个嘴巴求饶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个全尸，不然这儿
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住嘴！别再说了，敢对大嫂不敬，你有几条命赔？妈，看爸跟中了邪似的，一门心思护着这两个贱人，根本不把你和这个家放在眼里，也不知道被这个老东西灌了什么迷魂汤了。温丽叶，我看该住嘴的人是你。我韩明珠在岗江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靠的是我韩家的势力，不是你这个窝囊废。明珠，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你能不能别再执迷不悟了？不能！我今天就必须要弄死这个老女人。反正出了事，我哥担着，轮不着你这个废物插嘴。你真是不知死活！你知道你口里这个老女人到底是谁吗？她能是谁？她可是你哥都惧怕的人，岗江的天。你少在这故弄玄虚！就她一身基有味的贱女人，还能是什么岗江的天？我看你是被她灌了迷魂汤，连脑子都不清醒。明珠，你就听我一回行吗？大嫂的身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呸！你以为我蠢？来之前都不知道调查一下吗？我早都调查过了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他在汽修厂的照片，这是汽修厂的地址，我早就查清楚了，他就是一个破修车的。明珠，他如果只是一个修车的那么简单，有至于这么劝你吗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就算你说的对又怎么样？我哥可是韩明瑞，我哥的势力如日中天，就算他是岗江的大嫂，我照样不放在眼里。好大的口气！明珠，他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别说你哥了，就是整个岗江的黑白势力都要敬他3分。这真是天大的玩笑！就他，岗江的黑白两道给他面子，我看你彻底是疯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出了任何事，我担着。是。我看谁敢动，就是敢动这一根头发，我保证，整个岗江都没人能抱得住你们。上！谁要能弄死这个老女人，我赏她500万。住口！别再胡闹了，行吗？关丽叶，你为了这个破修车的，你敢打我？妈，爸就知道护着这个贱人，今天打我也就算了，现在连你也不放在眼里了。关丽叶，你别后悔！要干什么？当然是。明珠，你怎么会有枪？私藏枪械是重罪，你不要命了吗？重罪？我韩家在岗江家大业，藏一把枪算什么新鲜事？我哥的库房里多着呢，别说一把，就是10把。百把也给我备着。妈，要不还是小心点吧。都别装了，给我滚！今天的事，你们要是敢出去多说一个字，老娘崩了你们！拿着几把枪就敢横行霸道，韩明瑞就教你这点本事。我当他这些年能坐稳位置，是干了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呢？原来就靠着几把枪撑场面呢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哥的本事大着呢，是吗？那你说来听听。正好我也了解一下，韩明瑞这些年都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现在岗江所有的建筑工地的工业废料，还有工地上的盒饭，全是我哥垄断的。那些老板谁敢不服？我哥一句话，他们绝对见不着明天的太阳。这也叫本事？你懂个屁！这可是暴利！废料便宜拉来，
高价买，盒饭里掺着烂菜叶子，还能卖30，这一天赚的不够买你们兄弟长成百上千个。好啊，他这些年打着我的旗号，竟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挣着黑心的钱。等我出去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还饶不了我哥？今天你能活着从这里走出去再说吧。明珠，不要，你动大嫂，咱们全家都要赔命。慌什么呀？他这拿枪的姿势也不对呀，这手离着扳机还这么远。你看这枪口抖得像筛糠一样，这枪是拿来吓唬人的吧？你胡说！你别开枪！是我有眼不识泰，你饶了我吧！现在知道错了，不是刚才说让我上赶着巴结你，不想认识我的时候了？怎么，我这拿着枪口对着你，你就后悔了？不是，刚才是我主意蒙了心，你看在管理业的面子上，放过我吧。李烨，怎么说？是明珠的错，我无话可说，是杀是放，全凭大嫂处置。好，看在关立业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饶你们一马，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多谢大嫂，我一定会看着他，不会再让他犯错。妈，根本不用怕他，他除了比他那个废物女儿手速快，会趁我们不注意夺刀枪以外，其他啥也不是。你敢杀我的女儿！等我哥来了，一定血洗你满门！别再说了！我安明月出来混了这么多年，你们竟敢拿着我的家人威胁我，真当我是吃素的吗？我本来看着立业的面子想饶你们一马，没想到你们自己作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！部长。住手！哥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个女人，她要杀了我和思琪！舅舅，她背了我的手，你快杀死她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伤我韩明瑞的家人。韩明瑞，就许你的家人横行霸道、仗势欺人，就不允许我为我的女儿讨回公道。没错，在港江这地界，我韩明瑞就是天，是龙就给我盘着，是虎就他妈给我握着。敢动我韩明瑞家人的一根头，不仅是你，我要你全家都给他母女俩陪葬。全家陪葬？韩明瑞，你出来混江湖的第一天，有没有人教过你祸不及家人的这个江湖规矩？在港江的地盘上，我韩明瑞就是规矩。识相的啊，赶紧把枪给我放，给他们母女俩磕10个响头，再自废一只手，兴许我还能留你个全尸。不然怎么样？大嫂，嘿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打了自家人呢。哎，大嫂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这刚才我没认出您来啊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明珠、思琪，赶快给大嫂道歉呀！看你们俩这多大的事啊，闹成这样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安宁啊，这医药费、营养费我全出了啊，咱都是一家人，这事别往心里去了。就这些吗？哎呀，大嫂啊，确实这是个误会啊，是他们母女俩对，多少钱我全赔，行吧？咱们这事儿就翻篇了。翻篇儿？你过来。你给我说怎么翻篇儿？安明月，够了啊！刚才我没认出来你，说话是冲了点，但后来我又是给你道歉，又是给你赔钱，给足了你面子，你还想干？
你以为我计较的是今天的得失吗？我生气的是，当年我把地下势力交给你，是想让你护住港江人的安稳。可你呢，打着我的旗号，肆意妄为，赚着黑心的钱。什么黑心钱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暴力抢占建筑工地，垄断废料回收，这些还不算，你甚至还把农民工的盒饭里掺杂着烂菜叶子一起卖。韩明瑞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大嫂，时代变了，我用地下势力去谈业务拓路子，也是为了能够挣钱。兄弟们跟着我不是为了什么江湖道义，也是要生存，要赚钱的。那些被你打压活不下去的包工头，还有吃着烂菜叶子的农民工，你有想过他们的生存吗？你为了赚钱，连最基本的江湖道义都不顾吗？江湖道义？现在都什么时代，早就没有什么江湖道义了。大嫂，现在这个年代，赚钱才是。时代是变了，但规矩不能破。立刻停了工地和盒饭的垄断生意，把吞下的钱吐出来，赔偿给农民工。停！大嫂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港江这块地方早就不是你的天下了，现在是我韩明瑞说了算。而且我告诉你了，以后不要再给我发火声，这件事你管不了。如果我说不呢？大嫂，你老了，跟不上时代了，别拦着我赚钱了，成吗？啊，我后边几百个兄弟都等着跟着我吃饭呢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这生意必须断。那我也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这件事你管不了。不管是谁敢拦着我挣钱，他就必须死，包括你。韩明瑞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拿捏了我？我只是老了，还没有死。大嫂，别嘴硬啊！这子弹穿膛的滋味可不好受啊！我安明月在港江摸爬滚打几十年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你就凭几把破枪，就想让我跪地求饶？怎么？难道你真的就不怕死啊？怕，我苦过、累过，唯独就是没有怕过。你别忘了，这枪法是我教你的，有情有义，荣华富贵；无情无义，自子断气。阿瑞，别怪我，我安明月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背信弃义，更何况你拿着枪对着我的脑袋。安明月呀，你以为我傻呀？我早就知道你会用这一出，所以啊，那把枪里没子弹的。我知道你懂我的枪法，但我也想告诉你一句啊，人是会变的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没错，我早已不是那个20年前在你面前连个枪都不敢摸的小子了。而且我也知道兵不厌诈，我更知道大蛇呀要有7寸。韩明瑞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作为港江地下势力20年叱咤风云的大嫂，肯定不怕死吧？你说我现在要是抠下这个扳机，你女儿她会不会就死在你面前啊？大嫂，你说我现在要是抠下这个扳机，你女儿她会不会就死在你面前啊？不要！放我女儿！别动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让你的女儿血溅当场。我不动，我不动！你放了我女儿，我女儿是无辜的，我们有什么事好商量。你不是很能耐吗？你不是在港江赫赫有名的大嫂吗？现在你女儿的命不还是在我的手里？韩明瑞，你想要什么？尽管冲我来，别动我女儿！我替你代管了地下势力10年，10年呢！你现在还对我发号施令，我就只配当你的一条狗吗？不要！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把地下势力的所有权力交出来，包括那3大理事的把柄，我要让地下势力大换血；要么就看着女儿血溅当场。你威胁我，韩明瑞，我跟你强哥当年把你救出来，把你当兄弟一样处，
我把资源人脉都给你，而你今天却拿着我的女儿来威胁我。韩明瑞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？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我就是在威胁你，而且我现在就要到大理。不要！怎么护女心切是不是？没问题啊，现在就给我选，我只给你3秒钟的时间。3、2。别管我！地下室里是你跟爸的心血，不能交到这种人手里。1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选我女儿。大嫂，你这可不像是在求人的态度。我答应你，你只要放了我女儿，我什么事情都跟你商量。商量？你觉得我跟你说话的口气是在商量吗？我求你放了我女儿，我什么事情都答应你。这就对了，拿出手机录一个授权视频。我警告你啊，要是敢耍什么花招，你女儿马上就血溅当场。好，我录，我现在就录。手机。我安明月自愿将本人在帮派里的所有权利全部转给韩明瑞，从今天起彻底退出帮派，绝不食言。录好了，看一下吧。我谅你不敢耍什么臭娘们儿！怎么敢耍我？别动！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打爆你脑袋！李野，把安宁带走，快点！看来只有你死了，这地下势力才能彻底对我。今天你就安心的去死吧！慢着，3、2、1，我的人到了。韩明瑞，住手！宁宁已经安全离开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故意拖延时间，等待救援。慢着！你他妈又想耍什么花招？韩明瑞，你信不信？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不出1个小时，你手下的几百号人即将在港江彻底消失。你少他妈吓唬我！你还以为你是20年前在港江叱咤风云的大嫂吗？别做梦了！我告诉你啊，除了那3大理事之外，帮派已经被我大换血了。我是不是吓唬你？你马上就知道。3、2、1，我的人到了。韩明瑞，给我住手！他们怎么来了？有我们地下势力3大理事在，我看今天谁敢动大嫂！他们怎么来了？就快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！拿出手机录一个授权视频。我警告你啊，要是敢耍什么花招，你女儿马上就让她血溅当场。我录，我现在就录。手机。我安明月自愿将本人在帮派里的所有权利全部转给韩明瑞，从今天起彻底退出帮派，绝不食言。原来如此啊！哥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快毙了他！完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韩明瑞，你身为帮派掌权人，竟然敢公然带头破坏帮派规矩，绑架大嫂！我看你这掌权人是当够了！哼，背信弃义的东西！哥，你放了他干嘛？
你是地下势力的掌权人，还怕这几个老东西不成？你不了解地下势力的构成，今天这事儿怕是不能善了了。不能善了？你手底下几百号人，还打不过他们仨？打！中间这个是负责地下势力行堂的李理事，左边这个是负责地盘划分的张理事，右边这位是掌管地下势力财源的王理事。他们三个地位极高，你让我怎么打？就放过他了吗？现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。现在已经不是我们放不放过他了，而是他能不能给我们三个一条活路了。刚将地下势力三大理事见过大嫂，见过大嫂。今天事发突然，把大家紧急召过来，这些年辛苦大家了。大嫂言重了，我们兄弟三人的命都是大嫂和强哥救的，只要大嫂一声令下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兄弟们也义无反顾，绝无怨言。对，绝无怨言。这些年你们有情有义，地下势力交给你们，我很放心。今天把你们叫过来，是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共同商讨。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到底该怎么处置？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到底该怎么处置？我们行堂最痛恨这种背信弃义之人，一旦落入我们行堂，我一定让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对，在道上会最重要的是讲规矩，坏了规矩就得付出代价。没错，尤其他动的还是我们大嫂，简直自寻死路。今天我们必须为大嫂讨一个说法。你们误会了，这是我跟大嫂之间的私事，就不劳烦三位理事你们费心了。私事？你拿枪指着大嫂，垄断工地，强压农民工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私事？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呐！强哥生前定下的铁律，你都忘了吗？大嫂是刚强地下组织的主心骨，你敢对他动刀动枪，那就是叛出组织。按规矩，不光要帮派除名，断手断脚，逐出让强。各位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我承认，刚才我拿枪指着大嫂，确实是我的不对。但这是大嫂先欺负我妹妹和我外甥女在先的呀！不信你们看，我外甥女的手都让大嫂给废了。韩明瑞，没想到啊，你不光忘恩负义做得彻底，这颠倒黑白的本领也是一流啊！大嫂的为人我们清楚，而且我们来之前已经调查了，是你韩明瑞不顾江湖道，垄断工地。今天就算你没有劫持大嫂这件事儿，我们照样不会放过你。是的，今日就记账旧账，一块算。没错，你身为地下势力掌权人，却不顾江湖道义，公然挟持大嫂。今天我们必须为大嫂讨一个说法。又是他妈的江湖道义！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不是靠江湖道义就能活下去的。我垄断工地，我搞盒饭生意，那不是为了我韩家，是为了整个地下势力着想的。为了地下势力着想。这一叠是你垄断建筑工地垃圾的所有账目，这些建筑垃圾都是你免费给了你韩家旗下的建材厂，然后你召集着地下势力的兄弟们上门威胁，强卖给其他的建材厂，钱全进了你们韩家的兜。我没有，这些钱我给兄弟们好处费的。好处费？好处费？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好处费？我当年创办地下势力，是为了让兄弟们给你当打手的吗？还是为了给你们韩家做这些能打的当保护伞的吗？是，我是带兄弟们挣了点零花钱，但这都是生活所迫呀。我们是地下势，兄弟们也要吃，也要喝，也要生存的。我们不是那些除暴安良的慈善机构。我不服！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。
这个是你盒饭的账，你把掺着烂菜叶的盒饭卖给农民工，你省下的成本有给兄弟们分吗？没有，这些钱全成了你们韩家的现金流。什么？这不是让我们当背锅侠下韩家的窟窿吗？我不是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一定是有哪个王八蛋在陷害我。韩明瑞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韩明瑞，你不仅违背规矩，还中饱私囊。我把地下势力交给你，是觉得你能守住本心，可没想到啊，你这人竟然烂到根儿里了。你对得起我跟强哥这些年对你的信任吗？李哥，你是地下势力行堂的理事，这种背信弃义、忘恩负义的人，该怎么处置？依照我们行堂的规矩，对这种叛徒就该彻底除名，断其手脚，逐出岗江。逐出岗江，除名。别动！大嫂，我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求求你看在之前的情分上，你原谅我这次好吗？情分？是，大嫂，只要你能原谅我这次，我把之前吃的全部吐出来，保证以后绝对不再犯了。韩明瑞，当年我救了你一命，教你规矩，是希望你能守住做人的底线。可没想到啊，你为了钱，连农民工的活命钱都敢贪，连地下势力的规矩你都敢放，这种情分我不认。行，按规矩办吧。是。来人，按住他！不要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地下势力的掌权人。掌权人，韩明瑞，你觉得你现在还对得起这个称呼吗？地下势力的3条铁律，你犯的是条条彻底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不按规矩办事，天理难容。给我动手！给我动手！不行，我本意是带着兄弟们挣钱的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不服！不服？哼！那我就一条一条数数你的过错。地下势力第1条铁律：主不可欺，你持枪一鼓谋害大嫂，此为犯上。这一条你犯没犯？第2条护弱为本，你纵容手下打伤无辜，强卖劣质建材致工人受伤，此为虐民，你犯没犯？铁律第3条：取财有道，你垄断工地，克扣农民工饭钱，以次充好，中饱私囊，此为贪腐。这一条你犯没犯？这些重罪叠加在一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规矩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呀！当年大嫂打天下靠的是狠劲，我现在守天下靠的是正义。没有我，这地下势力早就被别人给吞了。你说什么？现在在岗江，地下势力的名气、威望，全是我韩明瑞拿钱给撑起来的。要是没有我，哪有现在的辉煌？兄弟们吃什么喝什么？那些饿死的、冻死的农民工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韩明瑞，你忘了你爸当年是怎么死的吗？是在码头被那些恶霸活活给打死的。是我带着兄弟去跟他们火拼，才把那些人渣全清理掉的。帮你爸报了仇，可你呢？那都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，跟我现在做的生意又有什么关系？别忘了，你现在挣的这些黑心钱，都是在那些农民工的盒饭里抠出来的。你这种所作所为，跟那些恶霸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爸知道你现在挣的这些钱是这些人的血泪的钱，他能明白吗？韩明瑞，你也算个人。这个是南山的老张，就是因为他买不起你高价的盒饭，你就让包工头扣了他半个月的工钱，你还罚他在工地上守夜，最后被活活的冻死。这是老李，因为吃了变质的盒饭，食物中毒，抢救无效，他的孙子抱着遗像，在你面前跪了3天，结果1分钱都没有给他赔偿。
你摸摸你的良心，挣的钱丧良心吗？按规矩来吧，废掉他的手脚，收回他所有非法所得，逐出港江，永不复用。是。哎，不要，大嫂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给老张家赔钱，我现在就把那些钱赔给农民工，还有工地上那些包工头的废料，我全部照价赔偿。大嫂，我求求你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原谅你说的容易，你一句做错了，就能让被你害死那些人都活过来吗？大嫂，我可以给你们赔钱，我把我那些豪宅全部都给卖了，我给老张家赔钱，老李孙子，我上门给他赔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大嫂，你求求你放过我吧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坏事做尽，如今我地下室里也容不下你。动手吧！别，大嫂。哦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大嫂，我以后东亚走一次的门路。什么？走私的门路你也敢碰？大嫂，我最近才给你的大哥打上校，这行是暴利呀！你有了这门路，咱们以后都吃穿不愁了。执迷不悟。当初我隐退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的底线？不要做那些害人的事儿。可你呢，利欲熏心，无可救药。动手吧！别，大嫂，我可是你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，你说过要带我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要让我赚大钱的，你不能看着我就这么被废了呀！我当初救你，是因为看你眼里有义气，我带你赚钱，是我感觉你懂规矩，不弱小。可你现在，你满眼的自私凶狠，你早就不是当初那个韩明瑞了。动手！哥，救救！哥，救救！你这个女人好狠的心！我哥一口一个大嫂叫着你，你竟然这么狠心废了他的手脚！记住，不是我废了你的手脚，是你自己先坏了规矩。是，我知道了，大嫂。跟他把他那些赃款核对清楚，分成3份，一份退回给受害者，一份分给帮派里守规矩的困难兄弟，剩下的就捐给城郊的孤儿院。是。核对完毕以后，派人把他送出港吧，盯着他，不要让他再回来。是，大嫂，能不能看在往年的情面上，我再求你答应我最后一件事？有什么事说吧，只要不过分，我都答应你。大嫂，我父母送养死得早，妹妹是我一手看着她长大的，我能不能求求你饶过她一命？我知道我坏了帮派的规矩，我罪有应得，混到这种地步我无话可说，我求求你放过她好不好？韩明珠罪不至死，他也不是我帮派的人，你放心，我会饶他一命。谢谢大嫂，别说，快带司机走！不，哥，我要带你一起走，我要治好你的手和脚。你糊涂啊！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，司机还年轻，再不治他的手就废了，这辈子就毁了。你快走啊！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都已经把我哥给废了，还打伤了我女儿一只手，不是已经翻篇了吗？你还想怎样？翻篇了？你说的轻巧。你哥是我地下室里的人，他背叛我，贪赃款害人命，这桩桩件件哪件不够得要他命的？可是我只是废了他的手脚，我够仁慈的吧？你女儿先伤我女儿在前，辱我母女2人在后，我看她是关立业的女儿，也看在关立业追随我多年的份上，我也只是断了她一只手，这够给关立业面子了吧？我跟他们之间的事儿确实是翻篇了，但我们的账还没算呢。大嫂，明珠，快给大嫂道歉呐！我不！哎呀，你快跪下给大嫂道歉！我不！我韩明珠堂堂的大小姐，
是不会跪下给他道歉的。你都说把你给惯坏了，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已经由不得你了。我打死都不道。好，那我满足你。这巴掌打你作为韩家人忘了恩负义。当年我是因为赏识你哥哥，才把他从一个地下混混培养成地下势力的掌权人，才有你们韩家现在的权势。这巴掌打你仗势欺人，你只不过仗着你哥哥韩明瑞的势力，花着我地下势力赚来的钱，欺行霸市，无法无天，还纵你行凶，辱我女儿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这巴掌打你狂妄至极，韩家怎么了？有权有势怎么了？不过都是狗仗人势的东西，在港江就敢嚣张跋扈，对那些商户百般羞辱，真是无法无天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这么羞辱我！我打死你！不长记性！你这个贱人！我跟你拼了！不知死活！明珠，大嫂，明珠冲上来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我求求你，给他一条生路吧。我这事儿还没办完呢。你都把我们3个人打成这样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这治标啊，得治本。你之所以无法无天，是仗着你们韩家，你引以为傲的韩家是我带起来的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把他给灭的。你装什么装？我韩家家大业大，在港江风光了20几年，早已根深蒂固，岂是你能撼动的？你住口！旁人可能还灭不了我们韩家，可她是大嫂，她是大嫂，你懂吗？以她现在的实力，灭我们韩家那简直是易如反掌啊！哥，他已经隐退了这么多年，早都已经过气了。他一个早就倒了台的寡妇，还2婚嫁给一个破修车的，我们还怕他干什么？是吗？那我们就试试看看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！靠我们韩家供应的建材公司，在港江有上百个工地，上千名工人。你想过动我们韩家的后果吗？后果？那你说来听听。一旦我们韩家停止供应建材，整个港江的工地全部停工，上千名工人没饭吃，整个港江的建筑行业全部得停。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原来你靠的是韩家供应的工人和工地当筹码。很可惜啊，你威胁不了我。不信，我已经让人联系了沪城的3大建材公司，一旦你韩家停产，我们立马补上，工人1天不会停工，工资1天都不会少。不可能！你以为的韩家是你的靠山，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可以随时推翻的烂墙。李秘书，10分钟之内，我让韩家覆灭。你装什么装？你以为自己是千亿霸总，还10分钟内让我们韩家灭亡？你做梦呢！我有没有做梦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韩家不一直是你在打理的吗？接吧，万一你这秘书找你有什么事儿呢？喂，张秘书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韩总，公司出大事了，你快过来一趟吧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倒是说呀！不好了，韩总，公司出大事了，你快过来一趟吧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倒是说呀！刚才国安集团取消了对我们的注资，港江所有的建筑工地也全都对我们发送了解约函。怎么可能？还有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集团现有的资产被不明资产吞噬，股票已经跌停了。那我们海外的基金呢？1分钟前，海外的基金遭到了秃鹫基金的狙击，公司账户全都被冻结了。怎么这么蠢？赶紧启动雷神之眼防护盾啊！启用了，但是我们的内部网络遭到了黑客的攻击，防护盾被攻破了。韩氏集团现在岌岌可危。不可能！
不可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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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了，韩总又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监督所那边查到我们的销售建材全是劣质品，几个仅有的建筑工地已经被停工了。现在外面全是记者和讨薪的工人，公司的高层呢？让他们出面安抚呀！公司一出事，他们全都跑了。监督所那边说，再没有人出面解决，就要把您带到拘留所了。怎么办呀，韩总？现在信了吧？大嫂，我错了，求你手下留情，放过韩家。韩家不能在我手里毁了呀！留情？你们扣了老张半个月的工钱，害他在工地被冻死，你们留情了吗？老李食物中毒去世，他孙子在你们门口跪了3天，你们1分钱都没有赔偿，你们留情了吗？你们没有，你们恃强凌弱，仗势欺人，面对弱者从没有怜悯之心，甚至还想上去踩上一脚。韩明珠，不是我把你们韩家毁了，是你们欠的情太多了。哥，怎么办呀？公司没了，我们韩家要完了。是我们活该，是我们罪有应得。韩明珠，你引以为傲的韩家撑不过今天了，这就是你仗势欺人的下场。韩明珠，你引以为傲的韩家撑不过今天了，这就是你仗势欺人的下场。大嫂，韩明瑞的处置还按照原计划进行吗？按规矩办吧。他的手脚已经废了，所有非法所得核算清楚后赔偿给受害者，逐出港江。那他们俩呢？关思琪送去医院救治，韩明珠作为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韩家在她手里覆灭，这对她已经够了，一并逐出吧。这也算是她这些年横行霸市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。什么？逐出港江？我不要离开港江！大嫂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这里交给你们处理吧，我去医院看看年年。娘娘，还疼吗？都怪爸没用，没保护好。爸，这怎么能怪您呢？是我非要去救那个老人的，而且妈已经帮我报仇了，您别担心。好闺女，让你受苦了啊！来，吃一口。谢谢爸。年年，妈，膝盖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没伤到骨头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妈，韩家那边没出事吧？放心吧，都解决了，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了。谢谢妈。请进。立业来了。大嫂，我来看看安宁。你是公安集团的关立业关总？哎，我电视上见过哎。我是关立业，这位是？他是我老公林默。是，我是林默。大嫂，实在对不起，都怪我教女无方，让你和安宁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这事儿也不能怪你。他现在手怎么样了？啊，已经做手术了，也在这家医院。大嫂放心，等他手好些了，我就送他去海外，另外安排人看着他，不会再让他惹是生非了。你办事儿，我放心。安宁，这是关叔叔重新给你补的录用通知书，你好好休养，等身体好了，随时欢迎来集团入职。太好了，谢谢关叔叔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你好好休息，过几天关叔叔再来看你。
你照看一下，我送下梨叶。哦，好啊。大嫂，谢谢您看在我的面上放过思琪和明珠。谢什么谢？梨叶，这些年你跟在我身边，兢兢业业，我早已经把你当家人了。再说了，我还得感谢韩明珠呢。感谢他？为什么要感谢他？要不是他，我还不知道这些年地下势力如此混乱。所以，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整顿建筑行业，将地下势力和顾安集团整合。大嫂的意思是要彻底取消地下势力？对，韩明瑞说的很有道理。时代变了，我要给帮派里这些守规矩、讲义气的兄弟一条活路。毕竟建筑行业也需要他们这样的人。那你是要回归集团了？我这就回去把资料准备好，将集团交回到你手上。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老林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我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他。毕竟他为人老实，我害怕他担心。后续的事听我的安排吧。是。走吧。原来安妮的妈妈来头这么大，难怪关思琪在她手里。那我还去看关思琪干什么？我得想办法把安明给追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娘娘，你先歇一会儿啊，把这把检查报告给医生送过去，一会儿回来啊。太好了，我的机会来了。安妮啊，我来看你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安妮啊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为了钱抛弃你，还和关思琪一起欺负你。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原谅你？对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弄丢了你这么善良可爱的女孩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求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咱们像从前一样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走投无路了。关思琪的手断了，韩家倒了，你没有靠山了，所以才来找的我吧？我是走投无路了，跟关思琪分了手，又丢了工作，现在身上也没钱。安妮啊，咱们之间关系那么好，你能不能帮我一把？帮你？怎么帮？看吧，安宁就是这么心软，只要我一卖惨，她一定会答应我的。他妈那么有钱，等重新追回她，我就发达了。安宁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和好，就算对我最大的帮助了。咱们和好吧。和好？对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和好，我答应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。你考虑一下。想和好？你过来，我腿不方便。好。再近点。低头。哦，我懂了，他这是答应了，不好意思说，想亲我一下当答案吧。你敢打我？我不把你打醒，你还做美梦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背叛我，劈腿关思琪在先，跟关思琪一起把我带到地库羞辱在后，现在居然还有脸来找我和好，我没有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。所以你根本就没打算跟我复合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耍我！你这个脚踩两只船的渣男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，不可能和好。你赶紧滚，别再让我看见你！你这个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住手！你谁呀？凭什么打人家？你又是谁呀？这关你什么事儿？爸，这是我前男友赵杰，之前为了攀附关总的女儿，不仅甩了我，还帮关思琪羞辱我，现在又来找我复合。什么？复合？
你个嫌贫爱富的王八蛋，敢欺负宁宁！我这修车工有的是力气，今儿我非打死你不可！额娘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赵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看宁宁的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妈，宁宁，这赵杰他来干什么？妈，他是来找我复合的，我没同意，还给了他一巴掌。他恼羞成怒，想打我，还好爸及时赶到了。岂有此理！这个赵杰还想打你的主意，我绝对不会饶过他的。对，绝不能饶了他。这小子看着就不像好人，骨头里边就是蔫坏，敢欺负咱们家宁宁，以后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宁宁，没被吓到吧？既然你们不放过我，那我就先下手为强。思琪，你胳膊怎么样了？快让妈妈看看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嘘，小点声。我是买通送我出港那艘船的船长偷偷回来的。那我舅舅呢？他回来了吗？你舅舅他，我舅舅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你舅舅因为在地下室里这么多年，结仇太多，出港的船一靠岸，就遇到了周家埋伏，失血过多，死了。什么？我觉得他死了。都怪安明月和安宁那对贱人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也不会家破人亡。对，都怪那两个奸人，是他们害死了我舅舅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那对母女现在怎么样？你爸呢？我爸自从我手术结束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来过。我听他打电话给秘书说，要给安妮那个奸人重新办一份入职通知书。什么？我们都已经被他们害得这么惨，你爸竟然让安妮那个小贱人去固安集团入职？不行，我不同意！你为什么不拦着？我说什么，我爸根本不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要不是安明月和安宁这对母女，我现在还是韩家大小姐，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苦。凭什么我们在这遭罪，他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舒坦？妈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等找到机会，我一定要弄死他们。思琪，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看你的。他是妈，你忘了，这是我男朋友赵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有心情谈对象？妈，自从我出事以后，跟我一起吃喝玩乐那群富二代朋友跑得比兔子都快。只有阿杰对我是真心实意的，他还肯来看我。妈，阿杰是真心喜欢我的。那是因为知道你爸还没倒台，而且我还指望着你帮我对付安宁和他妈呢。对啊，阿姨，我对思琪是真心的，而且安明月和安宁是我们共同的仇人，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，就一定能斗垮他们。好，他把我们韩家彻底搞垮了，不仅害死了我大哥，还让我像丧家之犬一样四处躲藏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没错，安明月弄死了我舅舅，还搞飞了我一条胳膊，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那你们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了吗？没有。阿姐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。什么办法？快说出来呀！虽然你们两个行动受限，但是我是自由的呀。我可以帮你们联系海外的黑帮，但是雇佣他们的钱我手里没有。你放心去做，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，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好。以前我韩明珠在港江是何等的荣耀，谁人
敢不给我韩大小姐点面子？现在我被安明月那个贱人逼得四处躲藏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联手，弄死他们。安明月在里面吗？不在，白天安明月在里面守着，晚上那个臭修车的在。白天人多眼杂，不方便动手，只能等到现在。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我们的目标可是安明月。我知道，那个臭修车的已经被我想办法支走了。现在病房里只有安宁一个人，等会儿我进去把他给掳走，就不愁安明月不上钩了。好，那我们分头行动。海外黑帮那边的人已经到了，我去接应他们。你把安妮、密云带到仓库那边，今天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好。把这个带上。谁？谁？你是谁？你来干什么？安妮，别喊，是我。赵杰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的呀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上次不是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不可能跟你和好。怎么？马上加入固安集团，飞黄腾达了，就不想理我了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喊人了。你喊啊，还有人来理你吗？救命！救命！叫你喊，叫你喊，你喊！这毛巾上被我涂上了泥药，我看你能坚持几分钟。糟了，是那个修车的，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身影怎么这么像宁宁？宁宁，睡着了吗？这孩子怎么不说话？不穿鞋。赵杰，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把我绑起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和你妈伤害了思琪，还害我丢了工作，我凭什么放过你？那是因为你们仗势欺人，罪有应得。都他妈死到临头了，说话还这么硬气。行，今天我必须给你点颜色看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动我，我妈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敢踢你妈？关思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这儿当然是为了要你的命啊！关思琪，我是为了救那位老人才拦你的车，你对我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这件事就不能翻篇吗？翻篇？你说翻篇就翻篇啊！你现在过得挺好，马上入职固安集团，我爸又那么看重你，你的前途一片光明。可你知道我这几天过的是什么鬼日子吗？这一切都不是我造成的，关思琪，事情的最开始是你非要开车进步行街，差点撞到人，我救了那位老人，
你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？闭嘴！要不是你和你那个贱人妈，我们家又怎么可能会落到如此下场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问得好，我舅舅被你妈逐出港桥，刚一下船就遭到仇家伏击，当场身亡。你说我想怎么样？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舅舅，可你们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？凭什么？我知道你舅舅去世了，你很伤心，但这跟我和我妈没有关系，你不能迁怒于我们。你胡说！要不是你妈，我就怎么可能会被逐出港桥？我的手又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？韩家又怎么可能会覆灭？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，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不怕付出法律代价吗？律法，这废旧仓库里，你觉得律法能救你们？那就让律法来制裁我们呀！就是，都落我们手里了，你就乖乖认栽吧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碰我，我妈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妈来了正好，姑奶奶我今天就让她有来无回。你不是要喊你妈来收拾我？你手机呢？我替你打。不行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想怎么样？可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，把我们家害得这么惨，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手机密码是多少？给我解开！不行，我不能给你解。这件事情起因是因为我，不要连累我妈。你放心，你和你妈今天一个都跑不掉，得给我付出代价。害怕吧？晚了！你们这群恶人、人渣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们会为你们的恶行付出代价的。代价？那就看看是我们代价来得快，还是你痛苦来得快。这密码你是解还是不解？不解。今天就算弄死我，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让我妈来冒这个险的。这可由不得你，把他给我按住，用人脸识别解锁。快点给我解开！小姐姐，给我掰开！给我解开！我知道你们想拿我威胁我妈，我是不会如你们的愿的。别急，我来试试。哎，开了！哈哈哈。来，作为你前男友，现在我给你妈打个电话，过来求救。不要！给我老实点！不要！老实点！还敢动我海南边的臭女！住手！你们别动他！你是谁？爸，娘，没事吧？原来你就是安妮那个修车的爸呀！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弄死他！过去，你别伤害了。臭修车的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？把你弄推出医院的时候，我就察觉到不对，所以就一直跟着你到这儿。赵姐，你赶紧把你员工放了，要不然我们绝对不放过你。不会放过我？你一个修车的，能拿我怎么样？啊？赵姐，你可真是个渣男！娘娘已经跟你分手了，你为什么不放过她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，害我连工作都丢了。他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，却把我和思琪害这么惨，我们凭什么放过他？赵姐，你胡说！你工作丢了，是因为你每天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少废话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思琪怎么可能倒台？他公司的领导为了巴结他，一会供着我，怎么可能开除我？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你。
没错，都怪你和你妈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怎么会过得这么惨？行了，思琪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打电话问问你妈，问问海外的黑帮大佬刀哥什么时候到。海外黑帮，你们联系了海外的人？对啊，没想到吧？在港城，没人敢动你吧？我们还不能找海外的黑帮了？你说什么？你们找海外黑帮是为了对付明月？对，就算他明月在港江声再大，又能怎么样？他退役多年，又是个女的，自然没法真枪真刀的跟海外黑帮对抗。今天他必死无疑。行了，你跟一个臭修车的废什么？我妈10分钟前给我打电话，说刀哥快到了，你现在给艾明月打电话，我相信刀哥一定比他来得快。好，思琪，安宁的密码是6个0，你现在打电话给安明月，咱们静静的等他来，自投罗网。不行！不行！老东西，你把手机捡起来！别做梦！你敢杀害明月，先过我这关！好啊，那我今天就抽死你这个老不死的！不要！还敢躲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是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你做梦！我今天不仅不会放开，我还要抽你几鞭子解解气，看你还敢不敢嘴硬！别动我吧！住手！住手！放了我老公！明月，妈，娘娘别怕，妈来救你了。思琪，救我！妈，你怎么被安明月挟持了？我下楼去接刀哥，就遇上这个贱女人，我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安明月，你放了我妈！放了她也可以，除非你们放了我女儿和我老公。不可能！我要是放了她，在座的没有一个是你的对手。我还没蠢到那种程度。明月，你别管我们，你赶紧走，他们联系了海外黑帮报复你，马上就到了。海外黑帮？对，就算你在港江再厉害，我就不信到了海外黑帮还会有人买你的账。海外哪股势力？怎么，海外黑帮也有你认识的人？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吧！哼，算你识相。姑奶奶我找，可是海外黑帮大佬刀哥。刀哥，好，我明白了。信息已经都传给关立业了，他应该很快就可以带人赶过来。在那个刀哥来之前，我得先把他们俩救出来。怎么，怕了吗？是有点怕了，不过我们可以商量一下。商量？商量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别耍花样，别耍花样！哎，你先别激动，我来就是为了来解决事情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放了韩明珠，你们放了我女儿和我老公。不行，我们放2个人，你放1个，这不公平。这样，他们2个你只能选1个，选吧。没错，你只能选择1个。是你的二婚老公重要呢，还是你亲生女儿重要啊？宁宁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不可能看着她身处危险之中。可老林对我这么好，我也不能置她于不顾。快选，选慢了，我们1个也不放。没错，快点选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比较重要。明月，别管我，选宁宁。宁宁是我女儿，救她就是应该的。快，谁选宁宁？不，救爸爸，爸爸是无辜的。哎呀，你这二婚老公和你的亲生女儿关系可真好啊！不过可惜了，只能救1个，救了这个，另1个就得死。
时间有限，别墨迹了，快选。好，我选宁宁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是一个妈妈，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深陷危险之中。修理工，你看吧，这二婚的就是不靠谱啊！回去赶紧离婚啊！明月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宁宁是我女儿，救她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责任。老公，爸，哎，行了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既然你选择了安宁，那我就弄死这个修车的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我还有话要说。你放了宁宁，我放了韩明珠，我给你当人质，你放了我老公，你们的本意就是要报复我。现在我主动送上门来了，正合你们心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行，思琪，这个老东西狡猾得很，你又不是没见识过，他很能打的。你怕什么？她再能打，也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。再说，我们有那么多人，其中3个还是男的，我就不信了，还打不过她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。就是，怕她干什么？刀哥马上就来了，到时候咱们如虎添翼，根本就不用怕她。对，我们势单力薄，你不用害怕。这样，我把她带过去，你们放开宁宁。我数3、2、1，你们放了宁宁，我放了韩明珠。3、2、1。宁宁，你保护好自己，站远点，我去救你爸。好，妈，你小心点。你看，我没有耍花招，你们放了我老公，我给你们当人质。好，那你过来会。不行，明月，他们本就是冲着你来的，你不能以身犯险，这太危险了。你是我老公，我不会让你身受危险的，任何时候我都会救你。小王夫，你是我老公，我不会让你身受危险的，任何时候我都会救你。小王夫，还是老规矩，我数3、2、1，我过去救我老公。好，3、2、1。我的手！贱人，又耍花招！啊！小心背后！贱人，又敢耍花招！这不是叫耍花招，这叫兵不厌诈。老公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咱们走。以后你们谁再敢动我安明月家人一根手指头，我就让你们付出血的代价。老公，宁宁，咱们走。走。想走？妈，是刀哥来了。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把他们都绑起来。是。就这么一个中年大妈，还至于让你花高价专门把我从国外请回来？道哥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老女人可大有来头，不然也不会麻烦你跑这一趟。来头？什么来头？我倒要看看她一个绣花针还能捅破天不成？地下势力，你知道吗？港江地下势力，我那位大哥好像也在地下势力。这老东西可是港江地下势力的创始人，人称大嫂的安明月。地下势力创始人？明月，他说真的，我怎么没听你提过？地下势力创始人？明月，他说真的，我怎么没听你提过？老公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哟，你还不知道呢？你老婆之前家庭主妇的身份都是骗你的，她的真实身份是
港江地下势力的创始人，在港江叱咤风云10几年的大嫂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明月就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是地下势力大嫂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亲口问问他不就知道了？明月，他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老公，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地下势力的创始人，人称嫂。什么？那我们结婚5年，你怎么没提过这事儿？还能是为什么？我这一个外人都看明白了，你还不懂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能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怕你花他钱，这还不明显吗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要不然他有钱有势的，怎么可能让你当修理工吃尽苦头？就是，你是大嫂的老公，他竟然让你受这种苦，真是一点都不爱你。你说天底下怎么能有这么自私的女人？自己在外面当大嫂，结果却让自己的老公和孩子吃尽苦头，差点还险些丧命，太过分了。就是，要不是他故意隐瞒身份，哪还有这么多事儿？不是这样的，老公，别听他们挑拨离间，我是有苦衷的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明月，别说了。哟，你看，他还生气了。老公，你别相信他们说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当然不会相信，我只知道你有你的苦衷，其他的我都不想知道。而且我还知道，你是真心爱我，也一直和我踏踏实实过日子，这就够了。老公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是因为年年的亲爸因为帮派纠结丧命，我答应他要带着宁宁过安逸的生活，所以我隐退江湖，才选择嫁给了你。原来是这样。对，我为了给你和宁宁个安全，我故意隐姓埋名。本来我是想着事情解决后，我就想着彻底解散地下势力，然后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。我真的没有故意要隐瞒你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是为我好。行了，你们有完没完？姑奶奶今天是来要你们命的，不是来听你们你侬我侬的。韩明珠，你哥哥的死难道还没有让你醒悟吗？醒悟个屁！要不是你，我韩家怎么可能会倒？我们怎么可能会被逐出港江？我大哥又怎么可能命丧海外？行了嘛，别跟他废话，这老东西狡猾得很。现在说这些，不过是在拖延时间，好等救兵来救他吧。你说的对，夜长梦多，我现在就毙了他。刀哥，借你的枪一用，今天我要手刃仇人，为我大哥报仇。安明月，我要你为我大哥偿命！我要你为我大哥偿命！住手！韩明书，给我住手！把枪放下！别过来，让我把他给毙了！妈，小心！还执迷不悟，别拿枪指着大嫂！管理业，你个混账！你身为我的丈夫，你不但不帮我报我大哥和韩家被灭门的仇，你竟然跑来救这个贱女人！住口！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大哥的死那是意外，跟大嫂没有关系。韩家覆灭，是因为韩家有错在先，大嫂只是按规矩办事。关立业，关大哥，阿刀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你们认识？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在巡视码头的时候救过他一回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大嫂，我先给你解开。你来摆平吧，我把他们解开。关大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当年要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我早死在港江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找您，想报这个救命之恩，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您，我这心里可难受得很啊！哎，举手之劳，不要再提了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来港江干什么？我接了您老婆的单，来收拾她。你说什么？你来港江是对付大嫂的？关大哥，关大哥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大嫂，要是知道，有谁胆子我也不敢啊！关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关大哥。行了，不用跟他们说太多，让这些海外的兄弟们回去吧，以后少来港江捣乱。听到大嫂的话了吗？离开港江，别再回来了。哎，好，快走。大嫂，那他们怎么处理？我知道错了，你放我吧，爸。你这孩子，本来以为你是骄纵惯了，本性并不坏，没想到你居然走到了这种地步，还想害人命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好自为之吧。把他们交给警察吧。本来我是想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他们一马，可事实是我错了，留着他们，他们会害我的家人。一切都听大嫂的。报警。是。不行，不能报警！关丽叶，我可是你的结发妻子，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从你离开港江的那天起，我们的缘分就断了。你仗势欺人，坏事做尽，我们夫妻仅剩的那点情分，也早已被你消耗殆尽。未完的心愿。如今蛀虫已经清理完毕，我们也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。大嫂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公司的高管和地下组织的理事都请过来了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。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呢，主要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说。这第一件事情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结束隐退，回归顾安集团，与关总一起管理公司。欢迎大嫂的回归。大嫂，有您在，集团的发展一定会更好。太好了，有安总在，我们大家就更放心了。是啊，安总，我们早盼着您回来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们协助立业把公司管理得很好，我非常的满意。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决定解散地下势力。我决定解散地下势力。什么？大嫂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是啊，大嫂，解散了，我们的几百号兄弟怎么办呀？大嫂，三思啊！你们放心，你们追随我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不会亏待兄弟们的。所以，我决定为你们成立一个子公司。子公司？可是我们不会做生意呀。这个子公司啊，专做建材生意，就是将我们之前遗留下来讲情义、懂规矩的兄弟们全部招回来，这样呢，可以填补韩家之前留下的窟窿。这个子公司的第一个业务呢，就是将韩家之前留下的建材重新进行质量检测，将所有的产品确保安全无误，把之前劣质的产品进行销毁。可是安总，这样会不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啊？毕竟韩家之前遗留下来的可不是小问题啊。
我们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啊？业绩固然重要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企业，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加的重要。这韩家与我们固安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所以我要将这个隐患彻底解决。下一步呢，是加大对产品安全的投入，研发出更加安全、更可靠的产品。我们要靠品质和声誉去赚钱。好。对，平安，都听安总的。大嫂说的对，我愿服从大嫂的安排。谢谢大家的认可。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最后一件事情，是关于我女儿的，安宁。我决定任命她为我的秘书，辅助我完成集团的工作。大嫂，我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妥。我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妥。哎，你刚才还说听大嫂的，怎么扭脸就质疑大嫂的决定啊？哎，大家听我说，我调查过安宁以往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，她可是一位天才的研发人员。只是作为秘书的话，屈才了。我提议专门为安宁设立一个研发中心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娘娘，你对研发感兴趣吗？对，妈。您看，这个就是我自己研发的，这个样品用了最新的环保技术，抗压能力比传统建材高15%，甲醛含量几乎为0，就是成本比预期高了些。太好了，娘娘，成本高不怕，只要质量过硬，早晚会被市场认可。妈妈很高兴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，妈妈支持你。谢谢妈。好了，今天的会议圆满结束，感谢大家。林哥，今天怎么买盒饭了？月姐不来给你送饭了吗？明月这2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我看他太辛苦，来的时候啊就没舍得叫他，还顺便把他做饭的闹钟给他关了。这段时间人都瘦了一圈，我心疼他。还是林哥会疼媳妇啊，知道月姐瘦了，连饭也不舍得让月姐做了。这不是正常吗？明月就算是再能干，在我心里还是一个需要被呵护的小女孩儿。至于吃饭，我随便对付一口就行，让她多歇会儿。月姐能有你这样的老公，可真是她的福气啊！夫妻之间吧，她知道我在外挣钱的艰辛，我理解她在家操持家务的不易，这样日子才能越来越好。来，3号扳手。行了，别吃好了。修好了就赶紧吃饭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监督你吃饭的，不然你又随便对付2口。哪有？我是觉得你这一段太辛苦了，想让你多休息会儿。我不辛苦，老公，最好的爱人就是疲惫生活中最好的解药。谢谢你，有你我很幸福。